外交部宣布，王毅将出席11月26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这一消息受到日韩媒体的高度关注，因为这将是三国外长时隔4年多来首次面对面的会晤。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域外势力的干预也给东亚地区安全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急需中日韩三国协商应对。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11月26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根据韩国外交部此前不久公布的消息，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也将与会。中日韩三国外长时隔4年3个月以来首次进行面对面磋商，受到东亚舆论高度关注。韩国媒体指出，作为中日韩合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三国外长会往往被视为筹备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上一次中日韩外长会于2019年8月在北京举行，同年12月在成都举行了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9月底，韩国副外长曾表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有望今年年内或明年年初举行。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中日韩是近邻，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加强三国合作，符合三方的共同利益。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始于1999年，在韩国首尔设有三国合作秘书处，三国轮流担任主席国，目前韩国任轮值主席国。20多年来，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7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合作体系。韩国首尔新闻报道称，三国通过前期高官会议确认，创造中日韩国民切身感受到的成果非常重要，并确定了人员交流、科学技术合作和数字转换、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保健和老龄化、经济通商合作、和平安保等6个合作领域。日本外相上川洋子24号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证实将参加中日韩三国外长会的消息。他还说，国际社会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希望基于日中韩合作的战略大局意义进行讨论，并就地区形势交换意见。上川洋子表示，希望尽快推动日中韩领导人会谈举行。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杰对深圳卫视表示，中日韩合作机制得以推进，与中美关系的止跌企稳的趋势密不可分。而韩国作为现任主席国，对恢复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也做了不少努力，这也得到了中国和日本的实际支持。不过，要实现领导人会议，需要通过此次外长会扬长避短，达成一定的共识来加以助推。一般来说，既然领导人会晤，他肯定还得有一些务实的成果能够出现，才有意义说举行这样的会晤。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对一些地区性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三国在这个整个东亚合作，包括在这个10+3合作方面，实际上各方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期待。首尔新闻等韩国媒体在报道中都提到，在前不久的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领导人会议上，中韩并没有举行深入和正式的元首会谈，双方的交流仅限于1分多钟的场边交流。虽然韩国总统室一再解释说，由于两国领导人的日程安排紧张，难以协调，因此没有强行推进，但是韩国媒体却注意到，中方在 APEC 会议期间不仅安排了中美、中日领导人会晤，而且还与墨西哥、斐济等多国举行了双边会晤。韩国媒体普遍认为，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来发表的一系列对华消极言论，成为中韩关系的不稳定因素。22号，在英国访问的尹锡悦和英国首相苏纳克签署唐宁街协议，竟然无端涉及台湾问题、东海和南海。实际上，尹锡悦在这次访问英国之前接受英媒采访时，还将性质完全不同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与半岛核问题并列，并套用美国政治术语，称其是所谓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因素。中国外交部连续批驳尹锡悦的不当言论。我注意到有关报道，我想强调的是，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一直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方清楚自己的责任和利益，我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关于南海问题，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有信心、有智慧处理好这个问题。韩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没有必要凑热闹。实际上，韩国媒体十分不解尹锡悦访问英国为何非要得罪中国。韩国中央日报社论批评尹锡悦在外媒面前毫不避讳地提及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欠妥。韩国 MBN 电视台报道称，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强烈谴责尹锡悦就台湾问题发出的不当言论，斥责尹锡悦政府实行自残外交。韩国光云大学东北亚文化产业系教授金熙教认为，如果尹锡悦此次接受英媒采访不是故意的，那么也是一次失败的采访。观察指出，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国在外交上完全倒向美国的姿态非常明显，不断配合美国塑造的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成型。今年8月访美时，与美日领导人一起发布的戴维营精神，实际上是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路线图。尹锡悦政府一面倒向美国时，可以忽略了中韩的地缘政治关系，但目前中韩贸易额远超韩国与美日贸易总额，韩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都高度依赖中国。韩国尹锡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最近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两面派的手法。那么一面寻求改善中韩关系，一面又在各种场合表现出牵制中国的政策取向，主要是源于韩国执政当局亲美保守派这么一个政治属性，所以在政策手段上表现出积极的想要介入各种地缘热点问题的倾向。那么配合美国的大国竞争的战略。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缺乏一种平衡感，对韩国而言是带有很大的风险的。虽然尹锡悦上任后推动日韩快速和解，但有观察指出，将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等掩盖起来，有可能适得其反。23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一起慰安妇受害者和遗属对日索赔案作出裁决，推翻一审判决，认定日本政府应支付原告所提出的赔偿金。日本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遗憾，无法接受，并召见韩国驻日本大使表示抗议。日本媒体就认为，日韩关系仍然脆弱，仍存隔阂。韩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矛盾其实是根深蒂固的，根源在于日本未能对当年的殖民侵略的历史做出一个深刻的反省，而韩国国内政治是高度分裂的，它的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斗争十分激烈，那么也对尹锡悦政府的激进的对日政策始终形成一个牵制。未来韩日关系的改善发展的进程仍会长期受到历史问题的干扰和影响。此外，日本外务省表示，该国外相上川阳子25号在釜山与王毅举行会谈，这将是两人首次举行会谈。上川阳子是岸田文雄10月份改组内阁时新任命的外相，他在任命记者会上表示，开创日中关系新局面是日本外交的最重要使命之一。我作为外相非常荣幸参与其中。他还表示，当前日中关系既蕴含巨大可能性，同时面临诸多课题。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双方越应广泛加强对话交流，加快推动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不过，中日之间的分歧也不容忽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时表示，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关乎两国关系政治基础，日方必须恪守信义，确保中日关系的基础不受损、不动摇。中日经济利益和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外界还注意到，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24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11月理事会上发言，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敦促日方全面配合，接受严格国际监督。总体上，中日关系的气氛是在缓和的，表现出回暖改善的这么一个势头。因此这次中日外长会就跟进落实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达成的共识，就双边关系中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中方总的目标还是要推动日方要树立一个全面、理性、客观的对华认知，奉行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来妥善处理中日间的矛盾分歧，以维护好两国关系回稳的一个势头。那么推动两国关系明年能有新的改善和发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您好，这次即将召开的中日韩外长会与以往相比有什么新形势、新背景呢？您是如何来定位这次三国外长会？这次中日韩外长会是在一个全新的、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形势背景下举办的。首先，
以往啊，常常是3个国家中的3个双边关系有1个或至多2个处于比较复杂、不顺畅、不确定的情况。比如说10年前中日岛屿纠纷的时候，中韩关系就比较稳定。前2年呢，日韩关系比较紧张，可是中国和日韩2国关系都比较平稳。但最近呢，3边关系中几乎所有的双边关系都处在一个比较复杂、不够明朗确定的情况下。虽然3方的高层都有互动，也依然维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但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举办外长会，当然就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其次呢，美日韩的互动明显比过去增多了。现在美日韩3方啊，实际上正在形成一种准同盟的关系架构。再次呢，就是最近朝鲜半岛的局势越发复杂，美日韩针对朝鲜发射卫星等行动，采取了加大军事演习力度等对抗性的姿态。但是啊，尽管如此，中日韩3国仍然是搬不走的邻居，3国仍然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我们自己努力塑造的经贸高度相互依存、互补共赢的关系没有改变，而且还通过 RCEP 等平台不断的发展。尤其是最近1年多来啊，俄乌战局以及巴以冲突给世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冲击。但是呢，中日韩以及东亚地区的合作发展相对受到影响比较少。过去啊，常常是美欧大致上平稳度日，而将东亚置于火药桶的位置。而今天反过来了，这说明了中日韩3国与东亚地区坚定维护自己家园和平稳定的精神和能力。这种自主性和自我塑造性是非常了不起的，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是这次外长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新背景。这次中日韩外长会是在中美元首会之后举办的。那么，中美关系止跌企稳与中日韩合作有着怎样的联系呢？确实啊，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在军事上呢，应该说不存在选边站的问题。他们本来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国，而且无论是日美同盟还是韩美同盟，都是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和目的的。但是，日韩和中国之间又都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关系和地缘合作关系。2022年中韩中日贸易额分别为3623亿美元和3574亿美元。中国一直是韩日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贸易额都相当于韩日与美国贸易额的2倍。这样就形成了中日韩3边经贸及地缘合作伙伴与美日韩军事同盟盟友之间的重合存在。但同时，美国与中国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经综合合作关系。中美贸易额相当于韩日和中国贸易额的总和，韩日则分别为中国的第2和第3大国别贸易伙伴。可见，中日韩与美日韩2个3边关系是处在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亦敌亦友、错综复杂的大系统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直主张和美国之间只有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那么理所当然的，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韩国与中国也同样应该秉持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的方针。当年啊，中美1972年突破坚冰之后，开始化敌为友的伟大进程，中日之间在半年后就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中美乒乓外交是在日本名古屋开始的，得到了很多日本朋友的热情帮助。而中日邦交正常化呢，就更是在中美破冰的春风鼓舞下得以实现的。我们完全可以在构建正确的中美相处之道的同时，构建正确的中日韩3国相处之道，而且可以使2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这个过程中啊，中国无论是中美相处，还是在中日韩相处之中，都具有着特殊的主导权，而且主导权的部分会越来越大。最近这1年来，中美逐步走入止跌企稳新阶段的进程中，中国发挥的主导性就明显在增强。同时，在中日韩恢复会谈、推进首脑会，进而实现高层互访的进程中，中国当然也要发挥
当仁不让的主导作用。我一直认为啊，既然中美相处之道是最重要的，那么这次中美元首会认为，中美关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敌友定位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到底是合作的伙伴呢，还是对抗的对手呢？中美元首会解决好了这个问题，就引导双边关系向着止跌企稳的方向迈了一大步。那么中日韩之间也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中日韩我们三国呀，更是合作的伙伴，更不是对抗的对手，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事实也完全是如此，未来的走向也必然是如此。好的，谢谢耿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的观点，谢谢。24号刚刚上任不到1个月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利在访问韩国釜山期间对媒体表示，他对有望加强同中国军方的沟通感到振奋，后续发展还要同中国军方协作落实。恢复中美两军的几个沟通机制是不久前举行的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上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两国元首同意事项中占比最大的。正在韩国釜山访问的美国海军上将、作战部长弗兰凯蒂24号接受媒体线上采访时表示，他对中美两军恢复战区指挥官层级沟通感到振奋。Additionally, the PRC agreed to resuming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ater commanders, and I'm very excited and I welcome this announcement. 弗兰凯蒂同时还表示，有关协议是近期刚刚达成的，后续发展还要同中国军方协作落实。So we know that we have work to do with the PRC military to solidify the next steps for these actions. But I think it's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maintain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our two militaries. It's essential to avoiding misunderstandings and miscalcula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a crisis or a conflict. 弗兰凯蒂本月初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确认，成为美国海军首位女性作战部长，同时也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首位女性成员。有分析指出，作为美国海军职位最高的武官，弗兰凯蒂这种直白的表述，实际上也反映了美国军方高层对于恢复中美两军交往的迫切期待。中美两军的关系呢，一直应该说起起伏伏，这种对话的关系啊，比20多年前相比呢，现在中美关系要困难得多，也紧张得多。所以我们也经常说，假如中美今天再出现像2001年南海撞击这样的事件的话，可能双方要处理起来就难度就要大得多了啊。另外呢，相比于20多年前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抵近侦察的频率次数都大大的增加了啊，还有在南海的搞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啊，这都是过去没有的问题，还有台海问题。这个时候呢，就特别需要我们两军呢，去保持对话，那么尽可能的把中美可能走向军事摩擦甚至军事冲突的这个引信给它拆掉啊。这个呢，我想对于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两军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建立于1998年，背景在于美国长期进行对中国的高强度、大范畴的军舰和飞机抵近侦察秀肌肉。2005年建立的中美国防部会晤机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两国的国防部作为执行机构，负责落实两军之间达成的共识，在维护两国关系稳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另外，虽然中美两军体制不同，但一线官兵之间的接触不可忽视。为此，中美双方成立了战区领导通话机制。然而，去年8月，美国国会时任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台。中国外交部于8月5号宣布了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8项反制措施，3个两军对话机制停摆。11月15号，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双方达成了20多项共识。其中，在军事安全领域，双方同意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恢复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去年暂停的这3个机制都恢复起来了，那么这样意味着未来两军呢，这个交流会回到2022年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想，因为中美关系它包含很多方面，其中呢军事呢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长期讲的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啊。那么不冲突不对抗，我理解呢主要其实指的就是军事领域。中美关系当然现在很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希望发生军事摩擦、军事冲突甚至战争，因为这个不符合中美两方以及全世界任何一方的利益。
深圳卫视注意到，弗兰凯蒂于本月23号到访韩国。次日，韩国海军参谋总长梁龙模登上停靠在釜山作战基地的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并与弗兰凯蒂会见。梁龙模向他表示，韩美海军之间的合作为两国协作树立了典范，两军应该基于其间积累的深厚纽带关系更紧密合作，进一步增强韩美协防力量。弗兰凯蒂随后在采访时做出对中美两军多个沟通机制恢复的前景感到振奋的表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中国的军事进步，尤其是在潜艇技术和海底探测能力时，弗兰凯蒂称，仍对美国海军的主导地位充满信心。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将通过与盟国和伙伴网络更紧密的整合、规划和演习，继续威慑中国和全球其他潜在对手。值得警惕的是，美军在南海搅浑水的行动。日前，美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争议海域举行联合海空巡逻，并进行炒作。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11月25号，美霍珀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美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是其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充分说明美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美菲在南海等地做的许多的挑衅性的动作折射出来美国在军事以及区域安全中间固有的阵营对立和联盟思维的这种老毛病，非常的具有破坏性的这样一种固有的行为方式，再次表明美国在处理其对华政策与中国构建稳定合作协调关系过程中，应该有更强的这种责任意识，而不应该使得中美关系在经历很不容易的努力而逐渐恢复的过程中再次遭受破坏。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新任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在访问韩国时表示，他对于有望与中国军方改善沟通感到振奋。您对此如何解读？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弗兰凯蒂完全可以用一种外交辞令的方式来表达对中美两军恢复制度化的沟通与交流的看法，比如用希望看到或是乐于见到这样的表述。而弗兰凯蒂却用了感到振奋这个非常个性化甚至非常情绪化的表述。我认为这种真性情的表述实际上非常直观地反映出了美国军方高层对于恢复中美两军交往的迫切期待。因为第一，作为美国军方的高层领导，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中美两军交流与沟通渠道不畅，尤其是制度化的沟通与交流中断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包括一次意外的擦枪走火就可以酿成一次无法挽回的战争等等。第二，作为手握重器的美国军方高层领导，他们更加不想中美开战，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战争的后果和代价，而且一旦战争爆发，军人是要首当其冲承受战争风险与代价的。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必须具备善战而又不好战的品质。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经常叫嚣不惜一战，经常将战争血色浪漫化的，往往是那些不用上前线的政客，以及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当然在这里我也想提醒美方，既然如此不愿意看到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如此希望中美两军不要中断沟通与交流，那就应该认真反省一下，这是中美两军中断沟通与交流的原因。很显然，它是由于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对，一意孤行赴台而引起的。因此，要想让未来中美两军的沟通与交流不受影响，美方就应该真正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不在台湾问题上踩中国的红线。而从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后来的登岛行为被主动叫停来看，美方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训。
外界都知道，恢复中美两军制度化的沟通与交流是本月中旬的习拜会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那你认为这一成果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一直认为，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中美双方是存在着不同的心理预期的。中方的心理预期是偏向积极正面的，也就是希望中美两国关系能够向好；而美方的心理预期这是偏向消极负面的，也就是希望管控中美两国的竞争与分歧，或者至少要使得中美两方的竞争与分歧不会失控，走向冲突与战争。那么，从恢复中美两军制度化的沟通与交流，是本月中旬习拜会所取得重要成果来看，中美两国显然是相互做出了妥协，也就是达成了先防止中美关系变得更坏，尤其是要防止中美爆发战争，然后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推动中美关系向好的共识。我认为中美双方的这个做法是理性与务实的，因为既然中美之间无法解决根深蒂固的战略问题，包括无法化解双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无法避免在外交与军事上的博弈与对抗，同时也无法避免在经济，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竞争，那就只能尝试着从战术层面来防止因为战略竞争的失控而走向冲突与战争。而这个战术层面的手段，就是加强中美两军各个层面的制度化交流与沟通。而且实事求是来讲，相较于冷战期间，中美的这个做法是一种进步。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是通过强化核威慑，也就是确保能够毁灭对方，来防止冷战升级为热战的，这是一种更为消极的做法。而中美希望通过军事交流与对话来防止热战，这显然是更为积极的做法。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中美关系的稳定主要是靠经济压舱石，而现在随着中美在经济，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博弈与竞争的加剧，经济已经逐渐失去了中美关系压舱石的功能。那么随着这次习拜会达成恢复中美两军交往的共识，很显然是要利用军事压舱石发挥功能，来重新稳定中美关系。美国新任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还表示，因为印太地区极具战略意义，无论全球局势如何发展，美军都将继续在区内进行部署和行动。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认为弗兰凯蒂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揭露出了当前中美两军关系，甚至是两国关系中不得不面对的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中美两军恢复沟通与交流是战术性的，是为了避免中美两国走向冲突与战争的务实做法，但它并不是改善中美两军两国关系的根本性举措，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对华战略。可以预计，在中美两军恢复沟通与交流之后，包括美国对华军事围堵战略、美国联手盟友跟中国搞阵营对抗的战略，以及近年来美国主打的印太战略、台海战略、南海战略，都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甚至都只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第二个事实是，弗兰凯蒂还提到了，他依然对美国海军的优势充满信心，还说与盟友的合作是美方具备而中方不具备的战略优势。这实际上就透露出了，从根本上面来讲，美国并不是想要通过甚至是依赖中美两军的交流来防止中美之间爆发战争，而是想通过不断强化美国的军事优势，以及不断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壮大美国的团伙优势，来防止中美之间的战争。也就是说，美方并不仅仅是单纯依赖中美两军的沟通来寻求和平，而是要通过所谓的实力来寻求和平。我认为弗兰凯蒂表态中透露出来弦外之音，值得中方高度重视。